1967年11月9号，一枚巨大的运载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腾空而起，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运载火箭就此开始了它传奇的一生。就是这型火箭后来曾经6次成功地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人类的航天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款火箭就是土星5号运载火箭。作为一款主要执行深空任务的运载火箭，土星5号是一款3级火箭，它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设计制造的最大的一次性火箭。执行阿波罗任务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高度达到了 110.6 米，新一级直径达到了 10.1 米，起飞质量则达到了惊人的3039吨，在当时这相当于一艘驱逐舰的权重。在执行月球任务的时候，土星5号的地月转移轨道运载能力是 48.6 吨，当需要它执行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可以取消火箭的第3级，将其化身为一款2级火箭。此时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了惊人的140吨，这远大于现在阿特米斯计划所使用的 SLS Block 1火箭的95吨和 SLS Block 2火箭的130吨。看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问，同样是执行载人登月任务，新世纪火箭的运载能力为什么还不如50多年以前呢？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从1967年首飞到1973年的末次飞行，土星5号运载火箭一共进行了13次发射，执行了从阿波罗4号到17号的12次阿波罗任务。它的最后一次发射执行的是把美国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美国独自运营的空间站天空实验室送入近地轨道的发射任务。土星5号固然巨大，但它却同时也是一个吞金巨兽。从1964年到1973年，土星5号总共获得了国会65亿美元的拨款，这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500亿美元。这样算来，土星5号每次发射的费用相当于现在的350亿美元。土星5号耗资巨大，其实是与其巨大的体量分不开的。早在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方案论证阶段， NASA 就曾经考虑过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直接起飞方案，这种方案的登月流程是用一枚巨型火箭从地球直接发射，把宇航员和登月飞船直接送到月球表面。在完成月表的工作之后，宇航员再乘坐登月飞船从月表返回地球。这种方案的优点是，第一，方案比较简单，减少了在月球轨道和地球轨道的对接步骤；第二是在理论上能够减少一些潜在的对接故障风险。但这个方案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执行这个方案的火箭需要具有非常强大的运载能力，而强大的运载能力决定了火箭的规模必须非常庞大。根据当时的火箭总设计师冯布劳安的估算，想用直接起飞的方式来实现载人登月，火箭的高度将达到130米，新一级的直径将达到15米，而火箭的起飞质量会达到5500吨。这样的规模比现在的星舰都大，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根本无法实现的，因而该方案最后被放弃了。第二种方案是地球轨道汇合方案，这种方案的登月流程是通过2次或者多次火箭发射，把登月飞船和推进剂分别送入地球轨道，并在轨道进行组装和加注，然后整体飞往月球。登月飞船在月表降落，然后从月表返回。这种方案的优点是使用多个较小的火箭来完成发射任务，从而降低单次发射的风险。第二点是能够在地球轨道上进行检查和调整。但这种方案的缺点也同样非常明显。首先，由于当时航天器在轨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想通过这种方法实现载人登月，就必须具有在短时间内发射多枚运载火箭的快速发射能力。而在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这样的快速发射能力。其次，采用这种方法需要航天器在地球轨道上进行复杂的对接和组装，而当时
不管是美国还是前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都非常少。第三，多次发射会增加总体任务的复杂性和成本。由于这种方案所具有的缺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克服，因而该方案最后也被放弃了。第三种方案是月球轨道汇合方案。这种方案的登月流程是通过一次火箭发射，把载人飞船和登月舱送入月球轨道，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上从载人飞船进入登月舱，登月舱单独降落在月球表面。完成任务后，宇航员乘登月舱返回月球轨道与载人飞船对接，再从登月舱返回载人飞船，载人飞船单独返回地球。由于这种方案只需要较小的登月模块，降低了登陆月球的风险和难度，而且采用这种方案的火箭的规模只有直接起飞方案所需火箭规模的 55%， 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能够实现的，因而最终被阿波罗计划采纳。在确定了方案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确定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发射和操作流程。经过不断的优化，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发射和操作流程最终被确定为以下8个步骤。第一是发射，用土星5号火箭把指令舱和服务舱形成的组合体 CSM 和登月舱 LM 一起发射到地球轨道，组合体 CSM 安装在登月舱 LM 前面。第二，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在地球轨道上，土星5号的第3级火箭进行再次点火，把 CSM 和 LM 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第三步是分离和对接。进入地月转移轨道之后， CSM 与3级火箭分离，并进行180度翻转掉头， CSM 返回与登月舱 LM 对接，并将其从第3级火箭中拉出，形成 CSM 和 LM 的组合体。第四步，飞往月球， CSM 和 LM 形成的新组合体继续沿着地月转移轨道飞行，最终进入月球轨道。第五步，月球轨道动作，在月球轨道上，登月宇航员从 CSM 的指令舱进入登月舱，登月舱与 CSM 分离，独立降落在月球表面， CSM 则停留在月球轨道上继续绕月飞行。第六步，离开月表。登月舱分成上升段和下降段2部分。当宇航员在月表完成任务之后，返回登月舱的上升段，随后上升段丢弃下降段，从月球表面起飞，返回月球轨道。第七步，月球轨道汇合。登月舱的上升段与绕月飞行的 CSM 对接。当宇航员和样本从上升段转移到 CSM 的指令舱之后，上升段被丢弃， CSM 开始返回地球的旅程。第八步，返回地球。 CSM 沿地月转移轨道飞向月球，在 CSM 载入大气层之前，指令舱与服务舱分离，指令舱携带宇航员安全地降落在地球表面。经过这8个步骤，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载人登月过程。土星5号火箭巨大的体量就是依据方案3和这8个步骤的要求来确定的。然而，就在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由于计划用于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 N1 火箭接二连三出现了失败，前苏联被迫退出了在载人登月领域与美国的竞争。没有了竞争对手的美国暂时失去了继续载人登月的动力，土星5号火箭也因此失去了国会的拨款。在没有拨款支持的情况下，作为吞金巨兽的土星5号只能黯然退场，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目前仅有3枚土星5号运载火箭作为展品，分别在肯尼迪航天中心、休斯顿太空中心和美国航天与火箭中心展出，供大家参观。时间到了2004年，在这一年，小布什总统提出了星座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让美国在2020年以前重返月球，并在月球建立基地，作为进一步探测火星的中转站。这项计划所涉及的产品包括：第一，
在阿波罗飞船的基础上研发新的载人飞船猎户座飞船。第二，利用土星5号火箭和航天飞机的成熟技术，研制新的最大运载能力甚至能超过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战神系列运载火箭。第三，在阿波罗计划登月舱的基础上研制月球着陆飞船。第四，在国际空间站的基础上研制月球门户空间站。这些产品都将由 NASA 独自或与其合作伙伴联合研制。然而，星座计划由于预算问题和技术挑战，在2010年被奥巴马政府取消。战神火箭、月球着陆飞船和月球门户空间站也随之被取消。但幸运的是，猎户座飞船项目却得以保留。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太空政策1号指令，正式启动了阿特米斯计划，希望在2024年以前再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并计划在2030年代展开火星探测任务。与以往的月球计划不同的是，阿特米斯计划一开始就是以 NASA 为主导，利用商业伙伴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共同开发的商业合作计划。计划的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月球基地，希望借此来实现对月球的长期探测，并打算以月球基地为基础展开载人火星探测计划。星座计划中的猎户座飞船也被纳入了阿特米斯计划，成为该计划中的地月穿梭飞船。在星座计划中，耗资巨大的战神火箭被相对便宜的 SLS 火箭所取代。新的月球门户空间站变成了国际合作项目。原来计划由 NASA 研制的月球着陆飞船变成了由 NASA 提出设计要求，由商业公司通过竞标承制的商业合作项目。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商业合作为阿特米斯计划带来的是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在阿波罗登月的年代，由于火箭的快速发射技术和太空对接技术还不成熟，当时的技术人员只能采取仅通过一次火箭发射就把地月穿梭飞船和登月飞船都送入太空的方法来实现载人登月。但现在，航天器在外太空的停留时间大大加长，航天器的太空对接技术和重复使用技术也变得非常成熟，在轨推进剂补充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运载火箭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火箭产品的选择余地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用运载能力较小的火箭把搭载宇航员的地月穿梭飞船和执行登月任务的登月飞船分成2次甚至是多次发射，然后让他们在地球或者月球轨道对接，共同完成载人登月任务，已经完全不是问题。现在的航天技术不仅使得当初阿波罗计划在进行方案论证的时候方案2的实现成为可能，更是使它成为现有条件下最优的解决方案。由于可以通过用多次火箭发射的方法来实现一次载人登月，至少从载人登月任务需求来看，由 NASA 来研制运载能力更大的类似战神5号这样的火箭就显得非常不必要了。对 SLS 火箭的技术要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没有了相应的技术要求， SLS 火箭的运载能力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在一开始就设定的这么高了。所以我们能看到，作为早期版本的 SLS Block 1火箭，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只有95吨。但是 SLS 火箭的运载能力不如土星5号，并不意味着相比于阿波罗计划，阿特米斯计划会在工作量上打折扣。在阿波罗计划中，整个乘务组的成员数量是3人，其中真正登月的是2人，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的最长时间也没有超过96个小时。而根据 NASA 的计划，仅在首次重返月球的阿特米斯3任务中，乘务组成员的数量就达到了4人。在这4人中，2人将登上月球，并在月表停留约1周的时间。后续的阿特米斯计划，宇航员在月表停留的时间还会更长。这才是真正要开始探索月球的节奏。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在以后的节目里和我一起继续讨论有关登月的话题。另外，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